1996年7月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了广西三江，榕江的水位一夜之间暴涨了3米。就在那一晚，58户房屋轰然倒塌。然而，仅仅100米外，一栋有着200年历史的木头房子，洪水已经淹到了门槛，却一根柱子也没倒。这座房子在一个叫儋州的地方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400年来没有一个人敢修一座桥，不是没钱，也不是没技术，而是住在岛上的人坚决反对。这座岛就在广西三江榕江的正中央， 1.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住着1000多人，四面都是江水。如果修一座桥，走到对岸只需要5分钟，但他们宁愿每天划船买菜，划船上学，划船看病，也不愿踏着水泥地上岸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岛上的人只说了8个字：一旦有桥，再无儋州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这里曾经是一座明朝的县城，当年知县花了万两白银修建了高5米、厚4米的城墙。400年来，洪水曾吞没周边的村庄，冲毁过58户房屋，可这座城一次都没有倒。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江心？他们为什么拒绝离开？这座古城又是如何在洪水中活下来的？今天我们走进这座飘在水上的古城儋州。秦宝文今年60多岁，儋州岛上的渔民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家里的第几代渔民了。从记事开始，他就每天跟着父亲在榕江上撒网收网，家门口就是江，走几步就能下水。清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秦宝文已经划着船出去了。榕江的水清澈见底，能看到江底的石头和水草。他在固定的位置下网，2小时后收网，有时能打上7、8斤鱼，有时只有3、4条，但不管多少都够一家人吃。剩下的拿到对岸及时卖掉，换点钱买米买油，几十年都是这样过的，靠这条江养活了祖孙3代。但后来秦宝文做了一个决定，不打鱼了，要开农家乐。不是因为打不到鱼，而是因为女儿秦阳阳每周末都劝她去城里住。秦阳阳在县城工作，每周6坐船回来看父母，船程只有2、3分钟，但她每次都要等很久，没有固定班次，船满了才开，有时等半小时，有时等1小时。她劝父母，城里方便，买菜有超市，看病有医院，不用每天坐船折腾。秦宝文和妻子去城里住了几天，第1天还新鲜，第2天就不习惯了，看不到江，摸不到船，听不到水声，晚上睡觉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第3天他们就回来了，女儿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那就别打鱼了，年纪大了，太辛苦。秦宝文想了很久，决定要开农家乐。这几年岛上来的游客越来越多，有人专门来看400年的古城，有人来体验坐船进出的生活，有人来吃岛上的腊肉，喝岛上的酒。秦宝文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但女儿反对，开农家乐更累，米、菜、肉都要坐船去对岸买，然后再都运回来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万一客人多了忙不过来又怎么办？秦宝文没说话，他心里清楚，90多岁的老父亲还在岛上，不能没人照顾，而且他也不想总让孩子拿钱养家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离开这座岛。于是他开始张罗，消息传开后，邻居们都来帮忙。张景德说酒我供应，杨大哥说腊肉柚子随便拿，在儋州岛这是常态，谁家盖房子全村人都来帮忙，最多的时候70多个人一起干活，不要工钱，只管饭。几百年了，这个习俗一直没变。200多户人家，几辈子的交情，互相帮衬，互相照应。房子盖好了，邻居们还会带礼物来祝贺。很快，秦宝文的农家乐就开张了，只有4间客房，但每一位客人来，他都亲自下厨，江里打上来的鱼现杀现做，张景德的酒，杨大哥的腊肉，梁玉珍的柚子腊味，这些都是儋州岛独有的味道。第一批客人是周末来的，2家人带着孩子，他们在岛上住了1晚，吃了3顿饭。临走时，客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古镇，没有商业气息，都是真实的生活。秦宝文听了心里很高兴，他不求赚大钱，只要能养活家人，还能留在这座岛上就足够了。但秦宝文不是唯一不愿意离开的人，岛上2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这个态度。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有，但最后还是会回来。张景德的儿子23岁，大学毕业后在外面工作了1年多，压力大，工资不高，租房、吃饭、交通，每月剩不下多少钱，最后还是回来了。现在他跟着父亲学酿酒，准备继承这门手艺。母亲说随他自由，做酒很累，但他要是愿意就好。梁玉珍做腊肉，1年能赚3、4万。女儿在柳州工作，接他去住，他去了2、3次，每次最多住2个晚上就回来了。
说实在是不习惯。城里楼房高，邻居不认识，关上门就是一个世界。可岛上不一样呀，家家户户门都开着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都会送一点过来。傍晚，妇女们聚在一起跳广场舞，男人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孩子们在街道上追逐打闹，这种热闹城里没有。岛上的人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，去过城里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。不是城里不好，而是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习惯了每天看到江，习惯了邻居之间走动，习惯了这种与世无争的节奏。傍晚，华灯初上，灯光映在江面上，渔舟点点，远处是连绵的群山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仙境，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。2010年，政府拨款500万，准备修桥。开会那天，岛上200多户人家，来了180户。村委会主任问同意修桥的举手，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。反对的呢？180只手齐刷刷都举了起来。政府代表问为什么呢？秦茂文说修了桥，车就进来了，这座岛还能叫儋州吗？老人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划船过江的，为什么要改呢？争论3小时，最后表决180票反对，20票赞成。桥没修成，500万退回去了。道路这么小，哪里容得下汽车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担心桥会改变这里的一切，改变这种几百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，改变这种邻里之间的人情味，改变这座岛的宁静。所以他们宁愿每天坐船，也不愿意修桥。一旦有桥，再无儋州。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。为了保护这座古城，当地政府也支持了这个决定，放弃修桥的便利，保持岛屿的原貌，依靠水路出行，成了儋州古城的特色。甚至有游客专门来体验坐船进出的感觉，这种体验是任何现代交通工具都给不了的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人的祖先为什么要在江心建一座城，四面环水，交通不便，难道不怕洪水吗？1996年，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没了周边村庄，冲毁了58户房屋。为什么这座古城却能屹立不倒？要解开这个谜题，得从明朝知县苏朝阳的一个决定说起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先带你看看今天的儋州。在儋州岛，没有汽车，也没有红绿灯，整座岛只有一条石板街，走一圈只需要半个小时，但你可以在这里待一整天。清晨，孩子背着书包去书园上学，妇女提着篮子去对岸赶集，男人扛着锄头去柚子园。儋州岛不大，走一圈半小时，但岛上有1000多棵柚子树，比居民还多。岛上人说应该叫柚子岛。每年秋天，黄亮肥硕的柚子挂满枝头，整个岛都是金黄色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清香。因此，岛上的人多靠柚子为生，一年能产几十万斤，卖到对岸的县城，甚至更远的地方。每年还会举办柚子节，吸引游客。但柚子不是岛上唯一的财富，用柚子皮和甘蔗熏制的腊肉有独特的香味。梁玉珍家的腊肉一年能卖几万块。他说，用桐树毛熏制的腊肉有烟味，不好吃；用甘蔗和柚子皮熏，没有烟味，颜色金黄，而且带着柚子的清香，吃起来肥而不腻。这是儋州岛独有的做法，外面学不来。还有用柚子皮做的腊味，装在玻璃罐里，游客来了都要带几瓶回去。除了吃的，岛上还有看的。400年的古城墙，虽然有些地方已经矮化或消失，但北门还保存完好。北门叫治丁门，意思是通过施政达到太平安定。城门上是北地楼，青砖砌成的门洞上架着木质的楼台，墙体斑驳，青苔爬满了砖缝，但结构依然完整，稳稳地矗立在那里。登上城楼，南北两面视野开阔，可以看到整个榕江，水面波光粼粼，远处是连绵的群山，云雾缭绕，偶尔有渔船划过，打破水面的宁静。还有儋州书院，清道光3年建，占地1340平方米，现在是儋州小学，孩子们还在这里上课。院内有2棵上百年历史的桂花树，树干粗壮，需要2-3个人才能抱住。每到秋天，桂花开放，整个书院都是香的。孩子们在树下读书，朗朗书声传出来，和200年前一样。这些都是岛上人的骄傲。400年了，这些建筑还在，这种生活方式还在。但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这座岛能避世400年？答案很简单，交通不便。从对岸到儋州岛只有2-3分钟船程，但就是这2-3分钟，把岛和外界隔开了。没有桥，车就进不来；没有车，就没有工厂，没有污染，没有喧嚣。岛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，大大小小的船停在码头，有渡人的，有运货的，有捕鱼的。但码头很干净，看不到油污和垃圾。榕江的水清澈如山泉，能看到水底的石头。
这种环境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少见了。更重要的是岛上人的生活节奏，他们不追求快，不追求多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捕鱼、种柚子、酿酒、做腊肉，这些都是几百年传下来的营生，不赚大钱，但够生活。而且他们有大把的时间，时间用来干什么呢？和邻居聊天，帮忙盖房子，喝酒，陪家人看江景，发呆。这种生活在城市里是不可能的。城市里的人时间都用来赚钱、加班、通勤，一天24小时恨不得掰成48小时用。但这种生活也有代价，医疗条件差，教育资源少，就业机会少，所以岛上常住人口只有500-600人，另外400-500人都出去了。但过年过节必定回来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根。秦宝文说过一句话，城里人觉得有车有房就是好日子，我们觉得能看到江，能和邻居喝酒就是好日子，这就是儋州岛的人。400年了，他们还在这里，不是因为走不出去，而是不想走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明朝知县要在这个江心岛建成呢？四面环水，不是更危险吗？1996年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58户房屋，为什么儋州书院却一根柱子都没倒？这座城又是如何抵御洪水的？1591年，明万历19年，怀远县知县苏朝阳到任，当时的县城在榕江两岸经常被洪水冲毁，房屋倒塌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每次洪水过后都要重建，修了倒，倒了修，几十年都是这样。苏朝阳到任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把县城搬到江心岛上。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，江心岛四面环水，洪水来了岂不是更危险吗？但苏朝阳坚持，他观察了很久，发现这座岛很特殊，虽然四面环水，但地势有高有低，而且岛的位置在榕江中游，水流相对平缓，最重要的是岛很稳定，不会被水流冲毁。于是他开始动工，花费万两白银修建起了城墙。城墙高5米，厚4米，周长900多米，东南西北4座城门，欢雷门、制定门，还有南门、西门。奠基那天，天空雷声轰鸣，苏朝阳认为这是吉兆，将东门命名为欢雷门。因岛屿形似金鸡，当地人称之为丹凤朝阳州，简称儋州。历时1年，城池修建完成。从那以后，儋州就成为了怀远县的县城，一直持续到清朝。300多年间，这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商贾云集，会馆林立，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4大会馆都在这里设立。其中最有名的是闽粤会馆，又叫天后宫，供奉妈祖，是闽粤商人祈福、联谊、贸易的场所。门前2个石鼓，檐下木雕精美，墙壁彩绘华丽，极尽繁华。但1902年清朝撤县，儋州不再是县城。随着水运的衰落，公路兴起，商业逐渐凋零，闽粤会馆荒废，4大会馆就只剩下了一只，曾经热闹的码头只剩零星的渔船。1996年，百年不遇的洪水袭来，榕江水位迅速上涨，裹挟着泥沙的黄褐色洪水将儋州岛围住。闽粤会馆所在的北安码头积水严重，洪水淹到天字的位置，整整1个晚上，58户房屋倒塌。雨水浸泡使会馆砖石部分的粘合剂变得松散，再加上风化作用，建筑的砖石部分逐渐毁坏，最终倒塌。老人说，96年洪水来的时候，2条河的洪峰一起涌来，刚好到他们那里，北安码头附近几乎全毁了。但古城中心区域却安然无恙，儋州书院一根柱子都没倒，民居1户都没塌。这就奇怪了，同样在岛上，为什么有的建筑倒了，有的却没倒呢？答案就在建筑的设计里。儋州书院清道光3年建造，那是1823年，木质结构，占地1340平方米，200年来经历无数次洪水，从未倒塌。秘密在哪里呢？1823年，儋州书院动工，工匠做了一个当时谁也看不懂的决定，他把柱子下面的石墩加高了20厘米，没人明白为什么要多费这些石料。200年后，1996年洪水来了，水淹到门槛，普通房子的柱子已经泡水腐烂，书院的柱子因为10吨高还露在水面上，就是这20厘米救了整座书院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明白200年前那个决定的用意。别小看这20厘米，洪水来了，先淹地面，再淹柱础。什么叫柱础？就是柱子底下垫的那个石墩。普通房子的柱础20-30厘米高，儋州书院的柱础足足有50厘米，10吨高一点，柱子就能多撑一会儿。更精妙的是，不同位置的柱础高度还不一样。廊下有强挡着雨水的，不要柱础；
天井边容易积水的住处做到半墙高，屋檐窄，雨水容易溅到的地方住处最高。为什么？因为雨水滴下来，水花四溅，容易溅到柱子上，柱子一旦腐蚀很难更换，所以把住处加高，保护柱子。如果真的坏了，换旁边的木板会容易得多。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与防性设计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。书院有4个天井，看起来一样大，但地面高度完全不同，右边最高，左边最低，差了30厘米。水往低处流，自动形成了排水通道。后来有人做过实验，一个天井灌满水，不到3分钟就能排空。4个天井，4道保险，200年了，书院没进过一次水。还有就是地势布局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整个儋州岛分3级接地，1级接地海拔110米，2级接地海拔115米，3级接地海拔130米。洪水丰水期淹没1级接地，特大洪水才淹到2级接地，3级接地从来没有被淹过。古人把建筑分了3类，书院、民居这些最重要的放在最高处，从没被淹过。会馆、码头这些次要的放在江边，方便商贸，但洪水来了最先被淹。城墙在最外围，阻挡水流冲击，所以1996年洪水，北岸码头被淹，闽粤会馆倒塌，但古城中心区域从未被淹，书院安然无恙。这就是苏朝阳的智慧。400年前他不是疯了，他精确计算了地势、水位、排水，观察了岛的稳定性，测量了洪水的高度，选择了最安全的位置建成。这座看似飘在水上的古城，其实是一座用智慧建造的防洪堡垒。老木匠黄明德的家就在古城中部。96年洪水来的时候，2条河的洪峰一起涌来，水位涨到他家门口，却没有进屋。但江边的闽粤会馆那一晚彻底倒了。这种设计理念在现代城市规划中依然适用，但1902年之后，儋州不再是县城，商业凋零，人口减少，闽粤会馆无人维护，逐渐荒废。1996年洪水一来，自然就倒塌了。可儋州书院不一样，它一直是学校，一直有人使用，一直有人维护，所以200年了依然完好。这也说明建筑要活着才能长久，如果没人使用，再精妙的设计也会变成废墟。但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这座江心岛本身为什么400年不被冲毁呢？世界上大多数的江心岛面积都在缩小甚至消失，为什么儋州岛这么稳定？苏朝阳当年选址时肯定观察过这一点，不然他不敢在这里建成。答案就藏在榕江的上游，藏在那些露出水面的礁石里。原来榕江上游的礁石像一道道天然屏障，减缓了水流的速度，将水裹挟的泥沙在这里慢慢沉积下来。几百年过去，岛不但没被冲毁，反而越来越稳。苏朝阳当年站在江边，一定看到了这些礁石，他赌对了。2026年，儋州小学只剩几十个孩子，再过5年，可能连一个班都凑不齐了。古城墙在风化，每年都有砖石脱落。闽粤会馆已经是废墟，1996年洪水冲毁后，再也没人修复，年轻人还在外流。岛上的常住人口从1000多人减少到了500-600人。秦宝文的农家乐旺季1个月净赚2000块。女儿说：“爸，还不如去县城打工。”秦宝文不说话，他只是每天清晨5点还是会划船出江，不是为了打鱼，而是习惯了。夕阳西下，榕江波光粼粼，秦宝文的农家乐灯火通明，客人正在品尝他做的江鱼，张景德还在酿酒，酒香飘散在整个街道。孩子们在书院读书，朗朗书声传出来，一切都和400年前一样。面对儋州现在的变化，也许再过几十年，这座岛上就没人了，书院会倒，城墙会塌，柚子树会枯。到那时，榕江上再也看不到渔船，只剩一座空城飘在水上。一旦有桥，再无儋州，但也许不需要桥，儋州这座古城也会最终消失。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